今天选题的赛博两会提案是将控烟工作纳入全国文明城市评选考核体系，控烟不利的城市在评选的时候实行一票否决制，谁同意谁反对谁弃权，请在弹幕里边投出您宝贵的一票。嗨，大家好，这是关心国家大事的热心群众强仔啊！今天在公共场所被迫吸到二手烟的朋友，可以在弹幕里边扣波一啊！先说一点好消息啊，最近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的领导在研讨会上讨论了当前的公共场所控烟现状，可以说是你控你的，我抽我的，所以他们就呼吁加强全国控烟立法推进，估计应该很快就会有成果了。然后再说一个不好的消息，那就是推进难度应该还挺大的。我手上呢有一份柳叶刀发布的2018年中国吸烟地图的数据，从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啊，吉林、山东、湖北、湖南、江西、海南、内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是吸烟率比较高的地方，北京、河北、江苏、四川、云南、上海、广东等地吸烟率相对没有那么高。目前我国吸烟的人大概有3亿人多，差不多每4、5个人里边就有1个人会吸烟，控烟工作任重而道远。而就在前2天，我在刷小地瓜的时候，看到网友们提议把控烟工作放到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中，评论区里边几千网友一致赞同，几万人点赞。那么这招到底可不可行呢？别瞅！我们先说结论呢，它是可行的，依赖的是诸位公民的批评建议权利，而且几乎没有人会反对。但具体到真正执行的层面，那难度就会大到无法想象。这是本期视频的内容章节，你可以按照需求跳转观看。先来说一下我们目前的控烟工作吧。我国早在2011年就实行了全面禁烟令，明确规定公众场所禁止吸烟，而且这项禁烟令是真的生了效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的吸烟率是28.1%，到了2020年就降到了25.8%，其中15岁以上的吸烟率从28.8%降到了25.3%。这么看下来也算是小有成就了。然而，在城市文明大幅度进步的今天，我们总能够在各种地方看到有人随地大小抽，而且还没有人管。有的人会在餐厅里边聚众抽烟，自己那边吞云吐雾，快活似神仙，让旁边的人自带人间烟火气。还有的人呢，不顾死活在飞机、在高铁上抽的，工作人员来回说他就是管不住烟瘾，结果偷着抽，导致飞机返航，高铁降速。还有嚣张的直接站在禁烟标识下面抽的，这个场面啊，就是一张最具讽刺的现代艺术作品。还有人躲进母婴卫生间里面抽啊，自己爽了3分钟，留下满屋的二手烟给后面来的婴幼儿。就是一句话，恶心。总之就是有素质的人绝对不会乱抽烟，但是没素质的各有各的理。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执法主体和法则不清晰、惩罚力度不明确等行政层面的因素。2个月之前，明星徐娇在长沙的一家餐厅里边劝阻一名男子不要在那里吸烟，结果这名男子不仅嚣张的要继续抽完，还在徐娇拍视频录证据的时候抢手机，把烟头扔到他的碗里。徐娇报警之后呢，警方却表示室内抽烟不违法，也无法因为抽烟对这名消费者进行处罚。但是根据国家条例，餐厅等室内公众场所是禁止吸烟的呀，老板还要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标语和标志，这个执法者怎么敢这么说的呢？其实这也不能够全怪阿 Sir， 条例的落实得靠地方政府制定细则。对于室内抽烟的具体规定，机械人员表示，目前暂未查询到长沙市专门的相关法律条文。长沙这方面呢，规则模糊，对没有张贴禁烟标志的场所没有进行强制约束，属于是监管空白区域。那问题就来了，应该由谁来悬挂禁烟标志？谁来界定禁烟场所？谁又来进行罚款呢？没有明确可以依据的法律条文，也没有一个专门管辖控烟问题的部门，这就是国内大部分城市控烟工作的现状。举报无用，无法可依，执法无人。难道国内就没有城市对公共场所吸烟进行处罚吗？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我发现有24个城市有明确的执法主体和法则。你没有看错，我们一共有600多个，接近700个城市，但是只有24个城市制定了明确的控烟法则和执行主体。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北京那边是怎么罚的。禁烟场所没有设置明显的禁止吸烟标志和举报投诉号码，而且还提供烟灰缸的，罚款2000起步；没有劝阻吸烟者的，罚款8000。对于吸烟者本人劝阻有效的，罚款50；劝阻无效的，罚款200。上海那边呢做得更进一步，室内禁止吸烟，室外的吸烟点也有选址、设施和标志的严格要求但是对于明知禁烟区非要吸的人来说，违法成本呢是有一点太低了。我们可以看到最低50，最高500。而且各位也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里边说一下，你有见到过有人在公共场所吸烟而被罚款的吗？我反正是没有看到过。而且哪怕你是在飞机和高铁上因为抽烟被抓到，我们搜到发现最多也就罚你2000，外加行政拘留几天。各位可是要知道，现在你在深圳违规停车起步都要罚200了，情节严重的，交警上来就是一张2000块钱的罚单。飞机、高铁上抽烟怎么看也比这个严重很多吧，但这个惩罚力度还不如路边乱停车来的重。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为了减少二手烟的污染，让禁烟工作不再只是条例上轻飘飘的一句话，而是真的落到实处，所以强仔我就斗胆在这里提出今年的赛博网民提案，那就是在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标准中加入控烟工作专项评比。
连续3年控烟考核不达标的取消评比资格。为什么是全国文明城市的评选呢？因为这个评选基本上全国所有的城市都会尝试参加一下，而且评选结果是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的，还会有不定期的督察组来检查工作，各地政府也不敢只糊弄一段时间。其实就可以理解为是用行政考核的指挥棒效应来倒逼各地重视控烟。那么具体应该怎么执行呢？枪在我脑洞是这么想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说的对不对。首先当然是要制定禁烟相关的法律条例和惩罚基准。这方面呢，可以参考国内做的比较好的城市，像是北京、上海和香港。不仅要明确室内的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要全面禁烟，室外也要明确的说明哪些地方是禁烟区，哪些地方可以吸烟，而且也要说清楚在什么情况下要罚多少钱。最好能跟香港一样设立专项财政预算，用来支持无烟环境建设，组建真正干活的控烟办公室为什么要强调真正干活这4个字呢？现在全国各地其实都是有控烟办公室的，但基本上吧，大家都懂的，顶多就是贴贴标语发海报这种工作是有效果的，但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所以可以向香港学习，让控烟办公室的人员都接受由警务人员提供的专业培训，以应对日常执法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必要的时候呢，警察要出来为控烟办公室撑腰。当然，控烟工作呢，不可能只由控烟办公室来做，这事儿可是个硬骨头，必须通过跨部门合作才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文旅部门、市场监督部门、卫生健康部门、交通运输部门都要参与进来。这样的话，不仅能够大大增加控烟执法人员的数量，还能够进一步加强控烟的执法效力和禁烟的威慑力。所谓重罚之下必有素质，在禁烟区吸烟者罚款直接200起步，劝阻无效的直接罚款翻倍。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省那边呢，烟民最高罚款1万新台币；香港那边在指定的禁烟区里面吸烟的罚款1500港币。还可以向深圳交通运输部门学习，提高罚款金额。强的我相信，在这种文明城市考核机制和权责分明的罚款模式下，全国的控烟工作应该会得到很快的推进。当然，这个时候弹幕应该和我一样，都开始担心有一些我们无法解决的阻力就挡在我们前面。首先就是烟草产业每年的利税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有些地方的财政呢是严重依赖烟草经济的。然而控烟是和烟草经济完全对立的一面，你是要发展经济呢，还是要城市文明呢？在烟草城市来看，这是一个单选题。禁烟必然会牺牲掉很多人的利益，还有很多商店个体户是依靠销售香烟来获得收入的。在文明城市考核中，如果推进的太快太猛，大众减少了对香烟的购买，可能会让这部分人利益受损。当然了，其他禁烟的商家呢，应该会很喜欢这个规定的。香港那边的数据显示全面禁烟之后，餐厅的生意增长了30%。然后就是如果搞得太猛太快，容易激化基层的矛盾。本来这一套我们设想的是要罚政府控烟不作为，让政府去承担控烟不力对政务考核的压力结果呢，很有可能会变成一些地方解读之后变成了让餐厅老板、网吧老板、个体户来承担吸烟被罚的成本。而且还有一点，因为是政府行政力强制执行的，统一推进，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所在的城市突然宣布明天大街上不准抽烟，那吸烟的人肯定是会非常不满的。没办法呀，文明的推进肯定是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够否认过去禁烟工作的努力。10几年过去了，大众对于禁烟其实有了比较明确的认知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部分有素质的烟民会自觉看到禁烟标识之后，立马掐掉手中的香烟。厌恶二手烟的人也会勇敢地站出来制止，部分餐厅的老板呢也会积极劝阻吸烟的顾客。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现在的模式下呀，这几批人实在是太少说。更多的情况是，老板害怕抽烟的顾客不再来了，或者是打差评，不敢去劝阻。站出来制止吸烟的人，反而会被吸烟者挑衅，最后演变成进医院或者是公安局。各位，你们也不想抽二手烟了对吧？但真的没有其他方法了，我们只能够靠这种方式来发声了。我们的禁烟工作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也需要政府部门更强力的去推进和执行。好了，这期就到这里结束了。各位对于这种形式的内容，你们有什么想法呢？觉得还行的给扣1，觉得一般的扣2。如果你还有什么类似的提案，欢迎在评论和弹幕区里边一起交流讨论哦。我们下视频见。